好，这个影片要来讲这个取得 get 参数及关键字搜寻。那 get 参数的作用是什么？基本上我们使用者在浏览网站，经常会需要跟网站做一些互动。那这些互动可能会透过一些指令的传送。那指令传送要用什么传送呢？在网站这边有2个主流的方式。第一个就是今天要来讲的 get 方法来传送。那另外一个就是 post 传送哦。那这是下一节课要来讲的。那这一节课要来讲的这个 get 参数的传送要怎么样去传送？那传送了之后，我们后端 MVC 这边要怎么去接收到这个令呢？那这就是今天要来讲的内容。那我们这边可以先举一个大家常常看到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今天这边有一些列表，那常常的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关键字搜寻的功能。那这边的话，我打上高雄市，然后进行一个搜寻的动作。那它这个动作就是用 get 方法去做传值，把这个高雄市传值到后端这边，那后端再去对这个参数去做处理。那这边的处理就是把有高雄市内容的标题都给留下来，过滤出来。那我们使用者看到的这些标题，就是这边你看都带有高雄市。那 get 方法有个很明显的一个直觉的外观，就在这个网址的部分，可以看到问号之后所带的这边是参数，那这边是参数的值。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用 get 的方法去传送值给我们后端。那我这边再做另外一个功能，比如说我今天按第2页，这边就可以看到它又多了一个参数叫做 index 等于 2。那它这个参数目的就是让我们换到这个列表的第2页，那并且是含有高雄市内容标题的第2页。所以今天我们后端接收到这2个参数的时候，这一个页面就会剩下是高雄市的标题跟第2页的列表的这个页面的内容。好，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外观上可以看到是用 get 方式传送的一个网址。一个方法就是用网址问号后面带有这个参数，就是用 get 方法去做传送值到我们后端。好，那这样子打上去就传送到我们后端。那我们后端要用什么方式去接收到使用者传来的这个值呢？好，那我们今天就先来建立一个空白的控制器来做今天的一个示范。在这边建立一个 news2 的 controller， 然后我们再建议它对应的这个 view。那这边就是要先创造一个 news2 的资料夹。那我这边我就直接把它复制过去。好，那接着的话，我们首先要先把这个列表捞出来，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做关键字搜寻的一个功能。那我这边就直接复制贴上。那这边的话就是引入资料库，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捞出这一个列表的内容，然后最后就把它吐回前端。那对应 view 的这边，我今天就不用范例的那一个 header 的写法，我这边全部用原生的写法。那在 netcode MVC 这边，基本上你要写 razor 的语法或者是原生的语法，它都可以正常的作用，不会强制你一定要写 razor 的语法。所以我们今天就先写原生的语法，等到我们后面教 view 的时候会教 razor 的语法，那个时候我们再把它改写过来。这边我们就先来写原生的语法。好，那我这个语法应该也很容易看懂，就是上面就是一个标题列。那接下来这边我就用 for each 把我捞到的资料用 for each 一笔一笔的给它列出来。那这边就列出了标题、部门跟开始跟点击率。那我这边就执行看看有没有成功的显示列表出来。好，那这边就是我们刚刚做的一个页面成功的显示出来，没有问题。好，那接着的话我们就要来接收这一个参数了。那接收参数的话，我们这边其实可以直接在网址上打，跟我做一个功能其实是一样的。那这边你要给使用者做，当然是要做出一个界面让使用者 key， 不可能叫使用者直接在网址上面打这个关键字不可能这样子。所以我们会这边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让使用者输入的这一个表单。好，那这边的话我一样用原生的写法去写。那原生的写法它的
功能绝对不会因为你用原生的写法，这边 MVC 就不支援，一样是支援的。那我们后面会教这一个 take-helper 的写法。那既然原生可以运作，那我们为什么要用 take-helper 的写法呢？基本上用 take-helper 的写法就会增加一些好处。那这等我们之后教的时候再来说明。那我这边就先用原生的写法。那我这边我们来看一下我原生的写法写了什么东西。我这边有个 form 表单，然后这个 action 就是如果你没有学过原生的写法，我这边就简单的解释一下。这边的 action 就是说，当你按下这个 submit 的时候，要去执行的网址是要去哪一支？那这边执行的网址就是 news2。那 news2 其实就是这一页也就是说按下这个的时候，它会进去这一页。那进去这一页的时候，就代表说它会再重新进来这一支一次。好，那了解这个概念之后，我们再看一下后面的方法。我这边就用 get。那如果还记得我们上一章用范例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做这一个新增的时候，这个 form 表单都是 post 虽然这边是用这个 take-helper 的写法所以你看不出是用 post。不过在执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就回到这里来看一下，执行的时候它会变成原生的写法可以看到这边的方法是用 post， 但是我们这一节是要教这个用 get，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 form 表单这边就指定说我要用 get。 好，那接着的话，我们这边就有一个输入框，那这边的 name 就是待会我们传送的参数的那一个参数名称会叫 keyword， 然后这边的话只是 input 上面的一个小提示这边写请输入标题。那当我按下送出的时候，我就会在网址上面加上 keyword 等于什么那个什么就是我在这个 input 输入的值，然后接着就会丢进这一页里面。好，我们就来直接先试试看我这个功能会长得什么样子。好，这个网址已经出现了，那我这边的话打上高雄，当我按送出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它一样就送出到 news2 这一页，然后它在我们网址后面帮我们加了一个问号，然后 keyword 等于高雄。那这个就是一个 get 最基本的传送方式，跟它的样态就是长这个样子。好，那这样我们已经做好了这个使用者界面。那接着的话，我们就要来接收，我们要怎么样在 MVC 程式这边接收到高雄这两个字，然后我们再将它过滤呢？很简单，在内扣这边都将一些事情简单化。怎么样的简单呢？今天它会进来这个方法，那这边的话，我们要怎么接收到 keyword， 也就是高雄这两个参数呢？很简单，我们就在 index 后面这个框框打上对应的形态。那我们预设使用者传来的这个形态是字串，所以我这边就说它会传一个字串，然后参数的名称就叫做 keyword， 所以就简简单单的这样做宣告。等一下，如果网址是长这样子，我这个 keyword 就会是高雄。好，那这边我就来做一个简单的过滤，这边自动提示已经帮我写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写了什么。如果字串不等于空的时候，就是我今天如果使用者根本没输入东西的话，就像这样，我没输入东西的话，我就不去做过滤，我就直接又吐回原来的东西。那如果不等于空的话，我们就来做一些过滤。那我这边的过滤就是说，标题如果包含使用者传来的关键字，这边就是只留下我这一些列表里面标题含有使用者传来的关键字的那几笔资料，我们把它留下来之后再等于回去，所以这边就会剩下我们包含关键字的那一些资料。那最后我们再吐回去。那其实过滤程式就这么简单就写完了，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有没有帮我们过滤出来。好，那这边的话高雄好像就只有这一则，我们就打上高雄，按下搜寻，有没有看到这边就使用 get 参数来跟我们的网站做互动。那我传了一个高雄的值给后端，那后端再把这个值接收到之后，用这个值去做过滤，那最后就剩下这一行，那这一行就是含有高雄的这个标题的新闻。好，那其实在 Netcode 里面这边把所有的事情都很简
简单化像如果你用别的或者是以前的东西要取到这个值，你要再写一行指令去取这个值，但是在 Netcode MVC 这边你要取 keyword 就很简单的打上对应的名称，对应的名称是什么？我这边 name 叫做 keyword， 所以我这边要取到 keyword， 我就在这边打 keyword。那你预料它会是什么形态，你就这边要定义那个形态，那这样我们就会接收到之后，你程式这边就可以去做对应的处理。那我们的 get 参数比较常见的就是在我们一开始示范的是在关键字搜寻跟页码的功能。那我们今天就先简单的做关键字搜寻，那之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来教怎么样实做页码的功能。好，那所以说今天的影片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怎么去接收 get 参数跟关键字搜寻功能的这一个教学。好，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谢谢收看。